Hello， 大家好，我是兜兜。唐三在解决完天斗帝国补给的安全问题之后，没多久，武魂帝国和天斗帝国就正式开战。天斗帝国派出了10万重装骑兵团在前，随后4000名魂师在12000余唐家军的簇拥下跟随在后，再加上10个从2翼奔出的轻骑兵军团。比比东看着天斗帝国派出的全是骑兵，认为他们怕了他的魂师军团，他派出8个重装骑兵、步兵军团以及他的圣龙军团出战。天斗帝国用10万支弓箭狠狠地打击了武魂帝国的士气。比比东命令自己的圣龙军团全部释放魂环，想要击溃天斗帝国的魂师军团来找回士气。圣龙军团1万名魂师同时释放魂环，而天斗帝国这边也有4000余名魂师释放出自己的魂环。在整个天斗帝国魂师军团的核心位置，是由宁风致带领的200名七宝琉璃宗的直系子弟。圣龙军团冲在最前面的是新7大宗门中的圣龙宗以及象甲宗。圣龙宗和象甲宗虽然只有不到700人，但他们的战斗力却是最强的。面对圣龙军团的攻击，唐三直接带着他的小伙伴们和老怪物独孤博以及杨无敌8人去破开他们的正面防御。在嘉陵关上的比比东看到手持3叉戟的唐三，立刻意识到不妙，他带着武魂殿的长老们直接腾空而起，直奔下方。此时的唐三在蓝银皇右腿骨的增速能力下，飞快地靠近圣龙军团。他将手中的海神3叉戟朝着已经化为巨型猛犸的象甲宗宗主呼延震投了出去，同时开启自己的杀神领域，将包括自己在内的9人笼罩住。呼延震面对没有魂力波动的3叉戟，直接就撞了上去。唐三眉心处一道金光追上半空中的3叉戟，直接刺入海神之心。瞬间，海神3叉戟的主刃直接刺入了猛犸的头部之中。这一击有近半3叉戟刺入呼延震武魂真身状态下的身体之中，108000斤的重量瞬间就压得他4肢同时分开。以防御著称的天象呼延震，新7大宗门宗主之一，瞬间被唐三一击秒杀。唐三拔出海神3叉戟的同时，释放出了自己的武魂。此时比比东的精神威压已经降临了，在比比东到来之前，唐三要尽可能的多杀一些敌人。唐三被象甲宗以及圣龙宗的高手围着，这时候他并没有选择自己的全攻技能，而是准备利用这最后一击的机会，攻击朝他奔来的化为白色巨龙的封号斗罗。唐三使出天青牛蟒右臂魂骨的第2技能天青寂灭雷霆，这个技能与海神3叉戟完全融为一体，加上宁荣荣对唐三的魂力、攻击、属性这3大增幅及时赶到，这一击直接将圣龙宗宗主秒杀，化为一片青灰消散。唐三一出战，直接秒杀了象甲宗宗主以及圣龙宗宗主，而他们俩也正好是圣龙军团的正副团长。这时唐三感觉自己的身体被一股无形的能量限制着，他将海神3叉戟重击地面，腾空而起。昊天锤出现在唐三的左手之中，他没有任何停顿的直奔半空中化身死亡蛛皇的比比东。怒火中烧的比比东在身前形成了一面诡异的盾牌，挡住了唐三的攻击。这时候的唐三毕竟只有93级的魂力，在绝对的魂力差距面前还是比较吃亏的。比比东总共带来了8名封号斗罗，这8人直接找上了史莱克其他6人以及杨无敌和独孤博。史莱克其他几人并没有封号斗罗的实力，但在宁荣荣的辅助之下，他们几人发挥出来的都是封号斗罗级别的实力。战场上所有人都能看出宁荣荣的关键作用，不过面对找上他的封号斗罗，宁荣荣丝毫不惧。就在攻击宁荣荣的封号斗罗马上到他面前的时候，宁荣荣使出了自己的第8魂技9宝神光护体，这个魂技能够免疫任何第9魂技以下的攻击，同时将攻击的魂力吸收转化为9宝神光护体的防御力，并且在面对第9魂技攻击时能够硬挡9次而不灭。撞上9宝神光护体的封号斗罗不仅没有伤到宁荣荣，自己反而被震伤。唐三等人被拖住，圣龙军团的万余魂师直奔天斗帝国大军而去。此时剑斗罗终于出手了，在宁风致的辅助之下，他的魂力高达98级，剑斗罗一剑将圣龙军团冲在最前面的所有魂师重伤。随后唐家军战士纷纷释放出自己的诸葛神弩，近20万支弩箭瞬间就蔓延到了圣龙军团的前方，顿时圣龙军团的魂师数量略减了近1/6。正在和唐三交手的比比东看到诸葛神弩爆发的时候，眼中充满了不可置信，他的动作也停滞了一下。唐三借此机会震退比比东的死亡领域，催动海神3叉戟直接退向后方。这时候的唐三并不想跟比比东死拼，他需要做的是为天斗魂师军团和唐家军拖延时间，但比
比东却死追着唐三不放。唐三朝着比比东发动无定风波。比比东曾经在星斗大森林中被海神发出的无定风波逼得使出了不死之身，所以再次看到无定风波的他连忙将自身保护起来。比比东并不知道当时伤到他的是海神亲自出手，而唐三发出的无定风波并不一定能够伤到比比东，所以在无定风波将比比东逼退的时候，突然朝两旁散开，分别笼罩住了小舞和独孤博面对的两位封号斗罗。比比东看到这一幕，意识到自己又上当了，更加的怒火中烧。他释放出自己的第二武魂噬魂蛛皇，将自身所有的魂力都凝聚在朝着唐三发出的光刃之中。这一击让唐三感觉自己的心肺都像是要爆炸一般，就算是将三叉戟横在胸前，也无法削弱这种感觉。比比东这一击是下了必杀之心，就算是三叉戟幻化出的金色光环，也只能略微阻挡攻击前进的速度。唐三将自身所有能量注入到海神三叉戟之中，发出海神教他的黄金13戟第三式一去不返。面对唐三的一去不返，比比东将攻击唐三的光刃脱离与本体的联系，在半空中绕过了海神三叉戟，直奔唐三而去。比比东将自己的噬魂蛛皇武魂切换到死亡蛛皇武魂，开启自己的第9魂技不死技能，来应接唐三的一去不返。在比比东看来，此时杀了唐三才是最重要的，就算拼着自己再次受伤，只要唐三死了也是划算的。远处的戴沐白和剑斗罗等人想要救援，但却都来不及。而唐三在发出一去不返之后，已经没有任何余力对抗。面对比比东的锁定，唐三无法闪躲。就在这时候，正在使用爆杀八段摔的小舞突然带着和他对战的魔熊斗罗出现，为唐三挡下了所有攻击。魔熊斗罗死在了比比东最强的技能之一空间撕裂之深渊斩下，而小舞则凭借着自己的无敌金身扛过了这强悍的攻击。另一边，比比东的身体在一去不返的威力下瞬间破碎，化为无数碎块在空中后飞。海神三叉戟破开比比东的身体后，直接冲入了武魂帝国的大军之中，最终在破开嘉陵关后达100米的城墙一个洞之后，跌落在城墙之下。此时诸葛神弩的第2轮发射也已经完成，圣龙军团所有70级以下的敏攻系魂师全军覆没。比比东的身体重新合体，立刻下达命令让圣龙军团撤退，重骑兵、步兵军团向前迎击天斗帝国军团的攻击。而在比比东这个错误的命令下，诸葛神弩第3次发射，圣龙军团跑得不够快的辅助系魂师和低等级魂师损失惨重，但后悔是没有用的。比比东只能带着自己这边的封号斗罗飞速撤退。回到嘉陵关城头上的比比东十分肉痛，为了让圣龙军团撤退，重装军团几乎损失了一半。比比东擅长的是指挥魂师行动，在战术上他真的不太行。面对凶猛的天斗帝国，他只敢让自己的天使军团上城头进行远程攻击，阻止天斗帝国攻城。而天斗帝国这边几次冲锋都被阻挡之后，并不恋战，果断的鸣金收兵。天斗帝国与武魂帝国首次开战，就以武魂帝国仓皇退回嘉陵关结束。而战争虽然结束了，唐三却还有一件重要的事要做，那就是拿回在嘉陵关城墙外的海神三叉戟。唐三在瀚海护身罩的隐身效果下，朝着嘉陵关而去，但却被比比东联合另一个封号斗罗的精神力探查发现。被发现之后，唐三不再隐身，直接在距离嘉陵关2000米左右，比比东攻击不到的地方盘膝坐了下来。当初比比东的绝杀空间撕裂之深渊斩攻向唐三的时候，唐三就留了一个后手。原本他准备用紫极魔瞳攻击比比东，但因为小舞的出现并没有用，所以他的精神力至今都是比较充足的。此时他将自己的精神力完全凝固在海神三叉戟的烙印上，唐三整个人看起来就是金色的。在他释放出杀神领域之后，唐三睁开双眼，白红两色光芒带着恐怖的杀气融入到他眼中喷吐的金光之中，直接横跨2000米之远，朝着嘉陵关上的比比东而去。比比东感受到了强烈的危险，但就在他准备抽取与他精神连接的封号斗罗精神力防御的时候，金光掠过护城河，直奔陷入地面的海神三叉戟而去。比比东再次意识到自己又上了当，他毫不犹豫地扑向下方的海神三叉戟。只要唐三拿不回这柄武器，他的实力就会下降一个档次。而这时候的唐三在蓝银皇右腿骨和邪魔虎鲸左腿骨的加速下直奔嘉陵关。比比东人扑向三叉戟，但他的精力都放在了奔向这边的唐三，忽略了金光。突然金光再次返回，与比比东紫黑色的能量碰撞，瞬间比比东感觉自己的大脑仿佛爆开了一般。这道金光是唐三将杀神领域的最终进化修罗现身释放出来，但释放时没有令修罗现身的虚像出现，这才迷惑了比比东。再将暂时借助的修罗之力与自己的紫极魔瞳融为一体释放而出。不仅仅是这样，唐三还强行控制紫极魔瞳之修罗魔光照耀在海神之心上，海神之心受到刺激，爆发出海神的力量融入到修罗魔光之中。在唐三的控制下，不但通过海神之力弥补了修罗魔光的消耗，同时还将自身的神圣气息加入其中，让这次的攻击威力完全展现出来。
来。而比比东不仅受到了恐怖的精神攻击，还有海神的神圣气息以及修罗神的恐怖杀气。这一击让比比东本就受伤的身体顿时七窍流血，整个人在强烈的冲击下重重的撞在嘉陵关的城墙之上。唐三在嘉陵关无数武魂帝国魂师的注视下，将海神三叉戟拿回手中。三叉戟到手，唐三毫不停留的朝着天斗帝国的方向而去。武魂帝国的封号斗罗没有一个敢追上去，全都跑去接受伤的比比东。而此时的唐三实际上已经接近油尽灯枯了，他的那一击攻击几乎是他全部的精神力和魂力融合在内。唐三强撑着回到了天斗帝国部队内，他与比比东的交手给武魂帝国的强者留下了深深的阴影，同时也让整个天斗帝国百万雄师的士气提升到了巅峰。这一战之后，唐昊马上就要出场去打武魂殿的二供奉了。好啦，今天的视频就到这里啦，如果喜欢兜兜的视频，欢迎点击订阅关注，我们下期再见，拜拜。